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可以让你在开车、做家事以及睡前需要声音陪伴你的鬼故事。那故事开始了。我正在做梦，从小到大，我在梦里时偶尔会意识到，原来我现在正在做梦。这一次也是如此，不知为何，我独自一人待在一座昏暗无人的车站里，气氛阴沉的让人心里直发毛。我心想，真是个阴森的梦啊。就在这时，广播突然响起，那声音毫无生气，像是男人低沉的嗓音在空气里回荡。电车即将进站，但要注意，坐上去的话，你将会遇到可怕的事情哦。内容莫名其妙，让人不安。很快的，一辆电车驶入了车站，不过它看起来并不像真正的电车，反倒更像是游乐园里的小猴子观光列车。车厢里坐着几名男女，他们脸色灰白，表情呆滞，依序坐成一排。我心想，这梦还真是古怪，但同时我也想试试看看自己的梦究竟能带来多大的恐惧。于是我决定上车，反正如果真的害怕到受不了，我随时都能让自己醒过来。因为我很清楚，只要在梦里意识到自己正在做梦，就能随时自由地睁眼醒来。我坐在电车倒数第3排的位置，四周流动着一股说不清的温热气息，真实到让我怀疑，这真的只是梦吗？列车要出发咯，广播再次响起，随即电车慢慢启动。我心里既忐忑又期待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电车一离开月台，立刻驶入一条隧道，隧道里闪烁着诡异的紫色光芒，把周围照得阴森而怪异。我心想，这场景不就是小时候在游乐园坐鬼屋列车时看到的隧道吗？连这辆车也是猴子小火车的模样。看来不过是我脑海里过去的记忆拼凑出来的景象，根本一点都不可怕嘛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广播又响起，下一站现剖生鱼片，现剖生鱼片。我心里还在想，现剖生鱼片是指鱼的那种吗？就在这时，后方突然传来凄厉刺耳的尖叫声。我猛然回头一看，只见坐在最后一排的男子，身边围着4个身形矮小、身上披着破布般东西的怪物。他们正缠住那名男子，像是要将他拆解般的动作。男子的身体不自然的扭曲变形，看起来就像被当作活鱼一般处理，令人窒息的气味弥漫开来。那男子的惨叫声大到几乎震痛我的耳膜，他的声音一波接着一波，感觉痛苦永远没有尽头。而在我身后坐着一名长发、脸色苍白的女人，她就近在咫尺地听着这场恐怖的惨剧，却依然面无表情地盯住前方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这才真正意识到，眼前的景象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，这还真的是梦吗？恐惧逐渐袭来，我心想，还是再观察一会儿，如果再继续下去，就马上让自己醒来。我回过神时，发现最后一排的男子已经消失不见了，但座位上却留着一团黑红交错、说不清是什么的诡异残影，像是某种东西被处理后留下的痕迹。至于我身后那名长发女子，依旧面无表情，目光呆滞地直直望着前方。下一站，哇出哇出，广播声再次响起，随即又有2个小矮子现身，
他们手里拿着诡异的锯齿状工具，竟直接伸向那名女子的脸庞。下一秒，她的脸骤然扭曲，原本冰冷的神情被极度痛苦取代。在我耳边，她爆发出刺破骨膜般的尖叫声，凄厉到让我浑身颤抖，几乎无处可逃。她的双眼像被掏空般陷入黑暗，空洞的神情与尖叫交织，整个车厢弥漫着压迫的气息，让人快要窒息。我吓得缩起身子，不断颤抖，心里清楚，差不多该结束这个梦了，不能再继续看下去。更可怕的是，照着顺序下来，下一个就是坐在第3排的我。我打算立刻醒来，却又忍不住想，到底会有怎样的广播会宣告我的结局？于是我决定再听一次，确认之后再逃离这场梦魇。下一站，搅碎搅碎，广播声再次响起。这一次，我几乎能立刻想象会发生什么。我神经紧绷，拼命想让自己从梦中醒来。快醒来，快醒来，快醒来！平时只要这样强烈的念着，就能成功脱离。然而突然间，一声嗡的机械声响起，一个小矮子不知何时跳上了我的膝盖，手里拿着一种诡异的机械装置，不断靠近我。我几乎可以确定，那东西是用来把我搅成碎片的工具。我吓得死命紧闭双眼，不停在心里喊着：快醒来，快醒来，快醒来！嗡的声音越来越大，风压打在我脸上，像是随时要把我吞没。就在我以为已经逃不掉的瞬间，声音忽然消失了。我总算从这场噩梦中挣脱出来，浑身被冷汗浸透，眼角甚至渗出了泪水。我跌跌撞撞地走到厨房，猛灌了好几杯水，才勉强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只是梦而已，只是梦。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。隔天在学校，我把这个梦讲给所有朋友听，可大家只是当成有趣的怪梦笑一笑，因为毕竟那不过是一场梦。就这样过了4年，成了大学生的我，早已把那场梦抛到脑后，专心忙着打工过日子。但某个夜晚，噩梦却突然卷土重来，下一站，挖出挖出。就是从那一刻开始，我立刻意识到，这是那个梦。前方的情景和上次一模一样，2个小矮子正朝那名女子的脸庞伸手，做出诡异的动作。我心里一阵惊恐，拼命在心里念着：快醒来，快醒来，快醒来！这一次，梦境比以往更难醒过来。我反复念着：快醒来，快醒来，快醒来！下一站，搅碎搅碎，广播声再次响起。情况越来越紧迫，一种嗡嗡作响的机械声，像是在慢慢逼近我。我全力集中精神，心里不停地喊着：快醒来，快醒来，快醒过来！忽然间，一切静止了。我以为自己终于成功逃离，正准备睁开眼睛，却听到那熟悉的广播声清晰响起：又要逃跑吗？下一次来的时候，你就醒不来了。睁开眼睛时，我已完全从梦中清醒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最后那句广播声绝对不是梦，我在现实世界中真实的听到了。我到底做了什么，会招来这样的警告呢？从那之后，直到现在，我再也没做过那个梦。但我心里清楚，下次若再遇到，恐怕会吓得心脏骤停般的恐惧。在这个世界，
也许只是心跳加速，但在那个梦境世界，却可能面临最可怕的命运。